有缘人，当您有幸看到这条影片的瞬间，好运之门已然为您和您的家人悄然开启，幸福之旅就此踏上征程。只要轻轻动动手指，点下一个赞，就可为好运添砖加瓦。在评论区留下吉祥如意这4个字，更是能为您的家庭注入满满的福气，让您的家道兴旺发达，生活幸福美满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玄清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有时候命运的走向并非总是缓慢而平稳的转变，它会在某一刻突然急转直下。你或许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前一段时间一切似乎都不顺心，前路暗淡无光，机会也显得遥不可及。然而就在某一天某个瞬间，仿佛整个宇宙都在为你助力，一笔意外之财从天而降，一位关键的贵人伸出援手，或者一次意想不到的好运降临。就在那一刻，你心里会突然明白，转运了。6月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翻盘能量的特殊时刻，但这股能量并非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，它只会眷顾那些频率与之契合的人。就像电台的频道一样，如果频道没有调对，就无法听到声音。运势也是如此，频率不对，好运只能与你擦肩而过。那么6月究竟哪类人会被这股翻盘的能量选中呢？又该如何做好准备，让好运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闻，而是真真切切地落在你手中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。很多人认为财运的到来靠的是运气，贵人相助，风水布局，或者是命好。这些说法固然没错，但它们只是表面现象，真正的转机从来都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，而是你从内心深处开始转变，才有可能改写命运的剧本。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班超的故事，虽然那是2000年前的往事，但他内心觉醒的那一刻，正是现代人常常忽略的转运关键所在。他的命运并不是皇帝亲手捧起来的，而是他自己在平凡中生出了不甘，从重复中生出了志气。那种信念的力量之强大，就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命运厚重的云层。这就是心念清明的力量。而这种力量并不是喊喊口号，或者单纯许个愿那么简单。真正的心念清明，是你能在动荡中保持冷静，在混乱中找准方向，在他人的喧嚣中依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就像一杯浑水，要让它变清，不是用力搅动，而是让它静下来。心也是如此，你越是急切地想发大财转运，就越容易被恐惧和欲望所扰乱，反而无法走出困境。而当你能真正静下心来，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现在的行为和念头是否在帮我接近目标？这便是清明的第一步。清明的心是一种看透的心，你看透了过去的局限，才能不再执着；你看透了别人的评价，才能坚定前行；你看透了自己的犹豫，才能真正放手一搏。6月的财运并不会凭空从天而降，它更像是水流，朝着流动最顺畅的方向前行。而那个方向，正是你清晰的念头和坚定的选择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中真正破局的时刻，往往都发生在想通了的瞬间。有的人是在夜深人静时失眠，翻来覆去之后，终于决定离开一段消耗多年的感情；有的人是再一次被拒绝后，彻底明白自己不能再等待机会，而是要主动出击；还有的人是在看到别人翻身的故事后，突然不想再过随波逐流的日子。这些想通的背后，其实都是心念清明的体现。当你知道自己再也不想回头时，宇宙就会为你自动打开另一扇门。而那扇门并不是你主动寻找出来的，而是当你准备好时，它自然显现。别小看一个念头的力量，有些人用一个念头就能改变一段命运，而有些人一辈子心念模糊，转了几十年，始终在原地打转。所以6月最容易被好运选中的人，正是那些在内心做了减法的人。他们不再追问我该怎么办才会有钱，
而是开始思考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，走一条不属于我的路。他们不再执着于什么时候才轮到我，而是开始主动说我愿意为自己重新下一个决定。当你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坚定，越来越有意识的生活时，你就像一个已经调频好的接收器，能够精准地接收宇宙发出的财富信号。有些人表面上看似没有什么改变，但他们的能量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因为他们的心不再散乱，不再杂音四起，而是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能清楚地照见未来要走的路。你知道吗？真正的好运从来不是来了你才感受到，而是你提前就有预感。你会突然觉得人变得轻松了，气顺了，头脑清楚了。你会莫名的想整理房间，想换个发型，想做个决定。你会想屏蔽一些人，删掉不必要的社交。你甚至会忽然发现，你不想再和过去的自己妥协了。这些信号都是心念开始清明的表现。所以，如果你最近总有一种我不想再拖了，我该重新开始的感觉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已经踏上了被选中的那条路。6月会不会转运，并不取决于你抽了什么签，请了哪位师傅，带了什么水晶，而是取决于你内心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。你越清明，命运就越清晰。你能否赢，命运早已知晓，而他只认准一个人，那个看清了自己，也认定了自己的你。我们都听过一句老话，屋子乱，财神不进。其实，这不仅适用于屋子，也适用于人。一个人的能量场就像一个家，如果你心里堆满了杂物，情绪乱成一团，怨气压得你喘不过气，那就像是住在一个满是灰尘和破旧物品的屋子里，不仅财神会望而却步，连好运也会绕道而行。在佛教里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叫净因得净果，意思是你想要得到安稳、圆满、清净的结果，必须先种下清净的因。换句话说，你想要好运，就得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容得下好运的人。就像水一样，浑浊的水无法映出明月，只有清澈的水面才能映出真正的光亮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台湾曾有一位中年商人，事业失败，负债累累，甚至一度动了轻生的念头。他到处求助，庙里烧香，请命理师排八字、摆水晶、改风水，能做的几乎都试过了，但依旧困顿不堪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去了一座偏远的山寺，遇到一位老和尚。和尚看着他满脸愁容，轻轻说了一句话：你不是命不好，是你心不静。你一直想改变命，却没想过先清扫心。商人一怔，问：如何清？老和尚只说了4个字：断、舍、离、净。断是断掉不该继续的执着与关系，比如不义之财、恶性竞争、虚伪逢迎。舍是舍掉不必要的念头，比如比较心、攀比心、嫉妒心、怨恨心。离是离开那些让你陷入负面循环的环境，比如整天抱怨的圈子，永远不给你正能量的同事或社交群组。静是让心安静下来，每天固定时间闭眼深呼吸，念经观心，不管时间长短，贵在坚持。他照做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停止了一切投机行为，卖掉不属于自己的资产，清理朋友圈，只留下真正正向的人。早晚花15分钟静坐念心经。3个月后，一个10年前的老客户忽然主动联系他，说有个项目需要人合伙。那笔项目不仅让他脱离了债务，还重新站了起来。你看，命运的转弯从来不是靠外力的奇迹，而是你内在的净化和准备。6月的能量格外敏感且充满流动性，它并不会偏向那些最为努力的人，而是会靠近那些频率最为契合的人。你越是保持内心的清静与轻盈，越是没有多余的情绪和杂念，财神爷和好运才会真正的靠近你。那么，该如何清理自己的能量场呢？其实并不难，也完全不需要什么昂贵的仪式，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逐步开始。首先，整理你最常接触的能量角落，比如床头、抽屉、钱包、
手机、相册等，这些地方都是你的私密能量场。床头是你每天开始和结束的地方。如果床头混乱，容易让人感到心浮气躁。钱包代表着金钱的能量，如果钱包里塞满了发票、无用的会员卡、过期的折扣券，就好比堵塞了钱财的流通通道。手机相册里如果有太多负面截图、伤心的旧照片，其实也是能量的堆积。其次，清理人际能量通道，打开社交软件，看看那些让你一看到名字就皱眉，甚至都不想回复消息的群组或联系人。你不必撕破脸，但可以选择安静的离开。每一个你选择的退群、拉黑、取消关注，其实都是在帮你关闭能量体中的杂音。最后，建立每天静心的小仪式，不需要复杂，每天早晚花5分钟就好。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3遍：我愿放下一切阻碍我丰盛的能量。这句话就像一把钥匙，能逐渐打开你内在的财富之门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这真的有效吗？只是收拾东西，念几句话，财神就来了。别着急，能量世界的运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奥得多。就像收音机一样，如果你的频道干扰太多，就永远收不到清晰的信号。而一旦你把频道调准，那个叮的一声，就是命运回应你的瞬间。6月是一个能量翻盘的月份，不是看你做了多少，而是看你能否清出空间，去接住那份正好路过你门口的好运。所以，请问问自己，你的内在之家现在是清爽整洁的状态，还是堆满了情绪和不甘的仓库？你是不是还在为一个已经结束的关系继续牵挂流泪？你是不是还在留着一些根本不喜欢也没有价值的旧物，只是因为舍不得？如果答案是是，那就从现在开始，一样一样慢慢清空。你会发现，空间清理了，心也清净了，运气自然就顺畅了。财神爷并不是不来，只是你还没准备好迎接他。把内在的门打扫干净，他自然会进来坐坐，说不定还会留下来。有人说，命运的真正转变是从敢于切断旧模式开始的。这话听起来并不玄乎，现实中许多人嘴上喊着要转运、要翻身，却紧紧抱着旧有的习惯、关系和信念不放，担心一旦放手就会失去依靠，结果越陷越深。其实命运一直在眷顾你，只是你舍不得清空那些旧的、不再适合的东西，好让好运有机会进来。让我们来讲一个历史上的真实故事。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虔诚信佛的帝王，他不仅信佛，还大兴土木修建寺庙，广印佛经，甚至亲自削发为僧，体验修行生活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他的这些举动既显得格外诚心，也带有一种以德服天的意味。有一次，梁武帝心中产生了疑惑，于是向当时著名的高僧宝志禅师请教。他问，我做了这么多善事，布施、修庙、印经，我的功德应该很大吧？宝志禅师没有正面回答他，而是反问了一句，陛下，你要的是功德还是觉悟？这句话让梁武帝沉默了许久，因为他像是一把钥匙，直接打开了他心里那扇自以为很稳固的门。其实我们很多人和梁武帝一样，做善事的时候总想着，我这么努力，老天是不是该补偿我点什么？在付出的那一刻，心底也许早就种下了我应该得到更好的这种执念。这并不是真正的布施，而是交换；也不是觉悟，而是算计。真正的转运，不是你求得多少福报，而是你有没有勇气放下内心那些不甘和控制的欲望。所谓结束救因果，并不是让你逃避过去，而是学会断开那些已经完成使命的关系和模式。6月的好运只会眷顾那些愿意翻篇的人。你是否有勇气从旧的人生脚本中抽身而出？比如，愿意离开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，哪怕再舍不得。有些人陪你走了一程，就已经尽了缘分。他们可能曾经照亮过你的人生，也可能是你试图改变却始终无法改变的功课。但关系真正的意义不是拉扯、牺牲、
反复受伤，而是互相滋养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段关系里常常感到疲惫、委屈、窒息，不妨静下心来问自己一句：这段关系还在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放手也许是一种善待自己的方式。你是否愿意断掉一个不合理的金钱来源，哪怕短期内会有损失？赚钱固然重要，但如果赚钱的方式违背了你的初心，透支了你的健康，背离了你的良知，那么这笔收入其实是在偷走你未来的运势。佛经有言，不义之财如梦幻泡影，你拿到它的那一刻看似是拥有，实则埋下了无形的债。有人曾说，他的生意做得不错，但总是心慌，睡不好觉，朋友渐行渐远，贵人也避开了他。后来他醒悟过来，意识到自己做生意太狠，赚了不少黑心钱，于是他关掉了公司，转行重新做人。虽然初期吃了些苦，但他整个人轻松了许多，运势也越走越顺。你放下的越多，腾出的空间就越大。好运不喜欢拥挤的心，你是否愿意放弃控制别人，执着于结果，而去相信过程的安排？很多人习惯操控，这种控制感其实来自对不确定的恐惧。你害怕自己失控，害怕计划落空，害怕别人不按你设定的方向走，于是不断地试图掌控、干预、预设。但命运并不是你能推算出来的东西，它有时候反而更青睐那些顺流而行的人。就像庄子说的，无为而无不为。放手并不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你在做完之后愿意信任宇宙的安排。你越执着，事情越卡；你越放下，它越流动。所以在6月愿意松手的人，往往是最先收到好消息的人。结束就因果，其实是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。你是否愿意放过曾经的伤害？是否愿意放下对自己该得到什么的执念？是否愿意跳出那个熟悉但消耗的旧泥？佛陀讲缘起缘灭，就是提醒我们一切本来无常。你抓得越紧，只会越苦。只有真正告别旧的模式，你才可能打开新的命运之门。所以，如果你已经隐隐觉得一些人、一些事、一些旧习惯在逼着你改变，那么别抵抗，那是命运在敲门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让该走的走，让该停的停，然后静静等待好运的到来。你愿意翻篇，命运才愿意翻转。你敢告别旧因果，好运才敢选中你。这一次别再犹豫了，因为你放下的那一刻，真正属于你的未来才刚刚开始。其实每一次命运的转变都是一场看不见的仪式，而这个仪式是你亲手启动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只是换了一套衣服，搬了一个房间，改了一个习惯，整个人的气场就变了，事情也跟着顺了起来。那是因为能量是通过动作唤醒的。那些在6月要转运的人，往往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能量动作，换一个枕头睡觉，让头脑清明，梦境安稳，扔掉破旧的钱包，象征财运更新，清空社交平台里的潜在嫉妒者，关闭负面能量通道。每天念一句我已准备好，迎接丰盛。别小看这些小动作，它们是你向宇宙发出的信号。仪式感并不是迷信，而是你的潜意识与宇宙对话的语言。6月转运的3大信号，如果你感受到了，请立刻行动起来。第一，突然想整理东西，想要断舍离，这说明你的潜意识已经在为新能量清理空间了。这时候顺应这种感觉，把家里、心里还有人际关系都好好清理一番。第二，连续几天梦到水、鱼或者山路。在传统观念里，这些梦都是和财富有关的。水象征着流动的财富，鱼代表着富足，山路则是在提醒你，虽然前方的道路可能有些艰难，但只要你坚持走下去，不回头，就会有惊喜等着你。第三，碰到有人突然提起过去的人或事，这可能意味着你要结束一些旧的缘分，放下那些前世或今生未了的情缘。别小看这些信号，它们可能是转运的前奏。我们常说你赢了，
并不是说你中了大奖或者发了大财，而是说你战胜了自己的过去，愿意去改变，你掌控了自己的情绪，不再被外界因素左右，你放下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执念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愿意去相信。佛陀说过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信念是一切转变的开始。6月的好运不是来给你看命运的奇迹，而是奖励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内心光明的人。所以如果你已经在清理自己的生活，已经在静下心来，已经在对自己说我准备好了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被这场转运选中了。别着急，好运从来不会缺席，它只是在等你准备好。如果你还抱着旧的能量、旧的习惯、旧的思维方式不放，好运只能在门外等着。但如果你敢于更新自己，敢于放手，敢于在6月对自己说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，那么命运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应你。好了，这期影片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，或者让您有所收获，就请点赞支持一下吧。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。同时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精彩内容正在路上，期待与您下期相遇。